一个刚来日本不久的留学生跟我说，他最近学会了一个非常方便的词，微妙。很多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的时候，用这个词就都能混过去。这点我非常同意。微妙这个词，如果你用对了，它真的非常方便好用。但我还是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先正确的理解它，然后再去应用它。那今天我们就来展开讲讲微妙这个词的来龙去脉以及它的前世今生。我们日常对话中出现的微妙，中文意思大概就是说不清楚，难以形容。比如微妙な味，说不清楚的味道，肯定是不好吃，但也不是难吃到马上要吐出来，就很一言难尽。再比如今日の天気は微妙だね，今天的天气不好说啊，就肯定不是大晴天，但也吃不准会不会下雨。还有日本的职场非常喜欢说的一句话，認識が微妙にずれている，认知理解略有出入，就也不能说你完全理解错误了，但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没有完全在点上。那为什么说这个词非常好用呢？因为日本人除了拿它来表达自己说不清楚的真实心态以外，也经常拿它来当作挡箭牌，避免直接给出负面意见而给对方造成尴尬或者心理伤害。比如对方问你夜の飲み会行けそう？今晚的酒局你去得了吗？如果你不是很想去的话，你就可以说微妙，意思就是哎呀不好说呀，我也吃不准呀。它并不是直接的拒绝，但是日本人听到你这个回答，大概就都能 get 到你的意思了。就怎么说，很成年人的对话，对吧？再比如你的同事在办公室里拿来一个他觉得很好吃的零食跟你分享，これ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よ、食べてみて。这个超好吃的，你尝尝。然后你吃了一口，觉得并不好吃，不合你的口味。你同事又追问你，どう？怎么样？好吃吧？这时候你就可以说，微妙。这样既不用谎称好吃而过于虚伪，又避免了给出过于直接的负面回答而给对方造成心理的不适。所以说这个词在委婉的日本文化里面，有的时候真的是一根救命稻草。掌握好了它的用法，你就可以做到既不为难自己，也不伤害别人。那说到这里呢，相信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微妙这个词其实就是一种不明说的负面意见。但平宜要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个很多日本人都不知道的冷知识。根据广辞院的记载，微妙这个词最原始的意思是美しさや味わいが何とも言えず優れている様子，美妙绝伦，不可言状，是100%正面的高度赞美。怎么样？是不是很意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呢，语言本身也在不断的变化发展。关于日语的正确使用这个话题上，日本国内呢也有着相当大的争议。有一些相对保守的学者呢，会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使用的日语呢是越来越不像话，越来越离谱，所以他们更加尊崇正しい日本語を使いましょう，也就是尊崇词汇原本所有的意思，而不是改造乱用。但很多年轻人的态度呢就不太一样了，他们会觉得伝わればいいんじゃん，能够传达意思，互相明白不就可以了？何必固执于所谓的应该怎样呢？那我个人是觉得，语言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沟通，我们要尽量使用正しい日本語的目的，也是为了在日本社会里提高沟通的质量和效率。所以归根结底，到底什么才是正しい日本語？我个人觉得，正しい日本語并不是指最原始的日语，而是指在这个社会里最大公约数、被认知、被接受的日语。你就比如微妙这个词，刚才说了，它最原始的意思是美妙绝伦，不可言状。但是现在日本社会里面，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意思了，你再坚持它的正确性又有什么意义呢？对吧？相反你硬要坚持的话，反而会造成很多沟通的困扰。比如你去了一家米其林餐厅，主厨带着满怀期待的眼神，亲自出来询问你，今
今日のお料理いかがでしょうか？今天的菜品您还满意吗？你其实已经被好吃哭了，也想献上你从古早的文献里面学到的最高级别的赞美，于是你就优雅地对主厨微笑说：“微妙ですね。”好了，主厨当场吐血，直接变成重大沟通事故现场。所以说回来，正しい日本語的大前提，它首先得是生きている日本語，是还存活在这个社会里的日语，而不是快被消灭死去的日语。这也就是为什么像广词院这样的大词典，也一直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的更新。那这里作为参考，给大家展示一些例子，有一些呢是近年来被新收录到广词院里面的新词，也有一些呢是随着时代发展意思发生了变化的词。我这里就不再具体展开说明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各自截屏，有疑问的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其实不仅日语是这样，我们中文也是一样的。在互联网时代，每年都在诞生大量的网络新词。说实话，很多时候我都已经感觉快要跟不上了。那大家是怎么看这种语言的变化的呢？你觉得我们应该坚守词汇原本的纯洁性，还是拥抱这种与时俱进的变化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我是平怡，如果你想要认真的学好地道日语，欢迎关注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